这个黑人球星一觉醒来，却发现身旁的女人已经没了呼吸，这下彻底慌了。为了避免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立刻打给专门处理此事的清道夫雷多诺万。雷哥得知后便让他安心的在酒店等着，而剩下的就交给自己去处理。通过了解，球星昨晚虽然和女人在一起，但两人并没发生任何关系。雷哥通知自己的兄弟阿伟，并让他立刻赶往事发酒店，处理一下球星在现场留下的毛发痕迹。随后雷哥联系了另一位深陷绯闻的客户，男人是好莱坞的知名影星，由于昨晚带着女人去酒店开房，而恰巧被狗仔队拍了下来。然而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是个女扮男装的变态。 I didn't know it was a guy, I swear. Guy had an Adam's apple the size of my fist. 随后雷哥带着他一同前往酒店，为了证明影星不是直男，同时解决球星眼前的麻烦，所以雷哥让他顶包这起命案。 Thanks for doing this, man. I'm gonna get you courtside seats to all my games, dog. 因为女人的死纯属是个意外，所以影星并不会承担任何的责任，又能重新树立他的直男形象，这种结果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的完美。雷哥就这样轻轻松松完成了工作。先带大家熟悉一下人物关系。雷哥是洛杉矶最专业的清道夫，和2个合伙人共同运营这家公司，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那些上流社会的有钱人解决麻烦。雷哥的家庭还算幸福，有贤惠的妻子和2个孩子，并且还有2个兄弟。哥哥叫泰瑞，因年轻时的一场拳击比赛受了重伤，并且患有严重的帕金森，而弟弟邦奇却有着不幸的遭遇，只因年少时受到了神父的猥亵，所以使他内心受到严重的创伤，并且经常的酗酒，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然而这天，雷哥却得知一个消息，原来他们的父亲竟然有个私生子，也就是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 Hey, Ray. No. 突然之间冒出来个弟弟，雷哥有些难以接受，没想到哥哥一直瞒着自己10年。而接下来的另一个消息让雷哥也非常吃惊，原来他们的父亲老米已经出狱了。20年前，雷哥亲手将父亲送进了监狱，可没想到他却提前5年被释放。而老米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曾经猥亵儿子的那名神父，并亲手解决了他。解决了神父之后，老米登上了前往洛杉矶的航班，准备与自己的孩子们团聚。然而这时，他却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正在哺乳的妇女，并且还用猥琐的眼神勾引对方。没想到蹲了整整20年的监狱，可如今却依然死性不改。相隔20年，父子几人再次见面，老米决定重新回到孩子们的身边，但雷哥却并不欢迎他。而老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彻底惹怒了他。 How's those grandkids of mine? You go near my family, I'll fucking kill you. You hear me? 然而第2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雷哥与他的合伙人老白来到客户的家中，男人名叫肖恩，是好莱坞一位重量级巨星。原来几人是老相识。20年前，肖恩因吸食了雷哥父亲提供的毒品，而导致出现幻觉，枪杀了自己的女友。由于老米是个毒贩，并且害得家庭妻离子散，所以雷哥和肖恩联手将父亲送进了监狱。可没想到的是，老米刚刚出狱就找上了门。就在昨天夜里，神秘人竟然攻破了自家的安保系统，并且留下了一封肖恩与老米的照片，这便让肖恩坐立不安。他担心老米这次出来会报复自己，因为才刚刚有了宝宝，他可不想因此而毁了自己的家庭。所以肖恩希望雷哥能尽快解决这件事情。 Can't let anyone hurt my family, right? I won't. 随后雷哥与合伙人一起查看了监控录像，并发现了那名潜入肖恩家的神秘人。而这位神秘人不是别人，正是雷哥同父异母的小弟弟。 Who is that? My brother. 而同时，老米也出现在监控当中。看来老米这次果真是为了报复而来。随后，雷哥便让阿伟找到自己的黑人弟弟。 You're the boxer, right? Yeah, that's me. What's up? Come on. Oh, okay, motherfucker. You wanna hit me? 教训完之后，阿维将那张照片又还给了他。男人只因邻居家的音乐声音太大，随后便闯进他的家中，并且拔掉了屋内所有的电线。就当雷哥准备教训他时 Who the fuck is you? And what the fuck is you doing in my house? I'm Ray Donovan. Who the fuck are you? The Ray Donovan. Oh shit, yo! 原来是个说唱歌手，并且还是雷哥的小迷弟。雷哥转身准备离开，但歌手却紧随其后追了出来。原来他想花钱买下这个白衣男孩，因为觉得男孩的嗓音很好，并且非常的有音乐天赋。但男孩的母亲却是个瘾君子，歌手想买下男孩的监护权作为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想请雷哥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事情。Whoa, chill. Call Lee Drexler. He's a lawyer. Keep the fucking music down. Word, Ray Donovan. 而另一边，
阿维孤身一人来到波士顿，得知老米杀了猥亵小儿子的神父，雷哥想借此机会将他重新送回监狱，所以他派阿维来到波士顿，并找到那个载老米去过教堂的司机。随后阿维给他开了一张支票，准备让司机去警局举报老米，等警方拿到逮捕令的时候，再由雷哥运作将老米直接送进监狱。除此之外，阿维还了解到，原来老米阴差阳错杀的并不是猥亵老三的那个神父，而是神父的亲哥哥。雷哥把这件事交给阿维去处理，随后他来到白衣男孩的家中，并将歌手要收养他儿子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He kidnapped my boy. I should get the law on him. 虽然母亲是个瘾君子，可她并不想失去自己的孩子，但她心里清楚，以自己现在的状况根本给不了孩子幸福。雷哥打算多给些时间让他考虑，留下一份协议后便转身离开。而另一边，老米和一个神秘男人见了面，原来男人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并且一直帮助老米。也正是这位探员在背后偷偷运作，老米才能够提前5年出狱。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让老米做他的线人，而他最终的目标正是老米的儿子，打算将以雷哥为首的清道夫团队一网打尽。然而这时，雷哥却接到了电话，原来是合伙人老白出了车祸，而此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挂了电话后，雷哥准备前往医院。赶到医院后，此时的老白已经恢复了意识。他告诉雷哥昨晚开车撞到了人，并且把尸体装进了后备箱里。可当雷哥问他车在哪时，糊涂的老白却又说不清楚。随后，雷哥通过关系找到一名警察，并让他帮忙处理后备箱的尸体。可当雷哥打开后备箱后， You kidding me? You took me off a real homicide for a fucking log? 原来老白的脑袋里长了肿瘤，由于压迫神经，所以导致他经常出现幻觉。另一边，阿维查到了之前与老米见面的神秘男人，随后两人偷偷潜入男人的家中，想看看对方到底什么来头。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This is fucked up. What are we gonna do? 女人刚刚结束剧烈运动，她将白色不明液体吐进杯子中，盖好盖子后，再把它放进香槟桶里，然后偷偷地拿到门外，再由她的同伙将东西带走进行冷冻保存。不出意外的话，10个月后便可获得100万美金。他们的手段十分卑鄙，目标对象就是那些有钱的知名影星。可就当男人准备离开时，清道夫雷哥却突然出现。他们运气不好，这次的目标竟然是雷哥的客户。 Deontay Brown. Off limits. Understand? 随后，雷哥来到酒店房间，并将女人赶了出去。球星也一脸的懵逼，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当雷哥拿出他的小蝌蚪时，球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Keep this shit up. You're gonna lose your sponsors. All right? 处理完球星的事情后，雷哥来到码头，随后，男人是联邦局的一名探员，因为发现有人在暗中调查自己，所以雷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问个清楚。 Who the fuck is this? It's Van Miller. You one of yours? Yeah, he's one of ours. 但这件事确实和他无关，因为米勒从来都是单枪匹马，并且办事非常的利索。如果被他盯上，一定不会有好下场。而此时的雷哥也只能自求多福。另一边，米勒探员来到餐厅点了一杯咖啡，可阿维却坐在了他身边。他偷偷将迷幻药倒进咖啡里，然后趁米勒不注意的时候将杯子替换。然而米勒并没有察觉，随后就将咖啡喝了下去。回到办公室后，药效开始发作，并令他产生了幻觉。随后他又来到卫生间准备洗把脸，然而这时一只猴子却突然窜了出来，并且还非常熟练的洗手烘干，这便让米勒目瞪口呆。回到家后，米勒的幻觉更加的严重，家里的玩具士兵竟然全都动了起来，吓得他躲在桌子底下不敢出来。就在这时，雷哥和阿维来到家中，而此时的米勒已经被吓得神魂颠倒。雷哥也直奔正题，逼问他说出和老米之间的勾当，可米勒却假装糊涂，什么都不说。随后，阿维拿出剪刀。 Matt is gonna test positive for LSD for the next 6 years. Shit really stays in your system. Call me when you come down. 女孩趁着父母不在家，竟然把隔壁男孩带了回来。就当两人复习功课的时候，女孩的弟弟却突然闯了进来。原来他们要去参加一场派对，并决定带着小黑一同前往。随后，几人来到叔叔邦奇的家中。由于邦奇拿到了多年前被猥亵的赔偿金，所以他买下了这栋房子。为了庆祝儿子有了新家，老米还找来了几个妹子为此助兴，并让邦奇带着女孩上楼打牌。可就当两人为爱鼓掌时，邦奇却出现了幻觉，女孩竟然变成了猥亵他的那名神父。 No. What the fuck? You sorry ass motherfucker is what you are. 女孩被气得转身就走，这便让邦奇更加的自卑。于是他一把火点燃了屋子，一场派对就这样不欢而散。随后泰瑞将此事通知了雷哥，当得知两个孩子在这里后，他瞬间火冒三丈，并且在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然而下一秒就掏枪对准了老米。 You might have the balls to put me away, kid, but shoot me? I don't think so.
Daddy, please stop it! 虽然他非常痛恨父亲，但总不能在孩子面前对父亲开枪，毕竟老米是他们的爷爷。随后，雷哥回到医院看望老白，然而这时，米勒探员却打来了电话。I've been thinking about our conversation. Yeah? Go fuck yourself. 看来米勒下定了决心要对付自己。自从老米出狱后就麻烦不断，并且成为了联邦探员的线人。而此时的雷哥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根本狠不下心解决自己的父亲。He's still my father. Who hates him more than we do? 两个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复习功课，然而这时却遭到女孩的拒绝。I'm sorry, Marvin. I'm not ready. Owen, Marvin! do it. You asshole! 女孩生气地跑出房间，当得知女儿被欺负后，父亲便转身扬长而去。男人正是洛杉矶最出名的清道夫雷多诺万。雷哥冲进男孩家中，随后便将他带了出去，并教会了他如何做人。而另一边，老米来到肖恩的电影发布会现场，并有意地对肖恩讲述了一个故事。剧情就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演员是如何意外枪杀了一名女孩，又是如何将这起凶杀案诬陷给一个老实人，结果老实人蹲了20年的监狱。而如今那位演员却成为了影视巨星，影迷们纷纷鼓掌，并让肖恩买下这个故事的版权。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肖恩就是曾经那名凶手，而故事里的老实人正是老米本人。发布会结束后，肖恩立刻给雷哥打去电话，老米的出现让他彻底慌了，所以他希望雷哥尽快解决此事。而此时的雷哥正在前往波士顿的路上。随后，雷哥来到波士顿的一所教堂内，并找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原来两人是老相识，老头叫萨利，曾是波士顿一手遮天的黑帮老大，直到现在依然是联邦局的头号通缉犯。20年前，老米不但偷了他50万美金，并且还出卖了他的家人，萨利也因此被害得家破人亡。而雷哥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亲自动手解决自己的父亲。 Why me, Raymond? I guess because I want the last person he sees to hate him as much as I do. I'll be in touch. 男人头戴防毒面具出现在停车场，然而下一秒便做出一个疯狂的举动。Holy shit! 将现场的监控设备搞定后，他便回到车上等待目标出现。就在这时，目标人物走进了停车场，随后男人加大油门冲了过去。You fucking psychopath! You ever go back on deal with me again, I'll fucking kill you. 男人正是洛杉矶最专业的清道夫雷多诺万，专替那些有钱人解决各种麻烦，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就是雷哥的日常工作。他不仅心狠手辣，甚至买凶想要干掉自己的父亲。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和联邦探员达成合作，探员在老米身上安装好窃听设备，决定让他前去与肖恩见面，想通过引诱的方式让肖恩说出20年前的犯罪过程。而探员的最终目的就是将以雷哥为首的清道夫团队一网打尽。然而肖恩并没有防备之心，他将20年前枪杀女孩的事情全说了出来。可老米却万万没有想到，危险已经向他慢慢逼近。此时的阿维正带着萨利赶往洛杉矶，可由于萨利的妻子处于更年期，一路上走走停停却耽误了时间。毕竟萨利还是联邦局的头号通缉犯，为了避免出现意外，雷哥嘱咐阿维务必在今晚到达。然而就在几人中途休息时，萨利的妻子偷偷给母亲打了电话，还不小心将自己的位置透露了出去。恰巧这一幕被萨利所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了避免拖自己的后腿，他也只能解决妻子以除后患。当天夜里，萨利顺利抵达洛杉矶，雷哥承诺给他一笔钱作为好处费，等事情办完之后再将他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城市。而另一边，探员已经拿到肖恩的犯罪证据，一旦将这些证据送到法官面前，就会将以雷哥为首的清道夫团队彻底铲除。探员看着墙上的照片兴奋不已，本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然而这时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老米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解决了探员之后便带着证据扬长而去。解决完探员之后，老米便放松了一下心情。可当女人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时，老米被一拳打倒在地，然而下一秒枪口便对准了他。老米也万万没想到，背后的主使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而另一边，雷哥带着全家来到泰瑞的拳击馆，但他不是为了观看比赛，而是为了洗脱嫌疑，制造不在场的证据。雷哥将一皮包的现金锁在柜子里，随后和一个陌生男人见了面，可他的举动却让妻子产生了怀疑。更奇怪的是，多诺万家族的成员全都在场，但唯独他们的父亲老米没有出现，这便让妻子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面对妻子的质问，雷哥却沉默不言，什么都没说。与此同时，萨利将两人带到了山坡上，他的手下早已提前挖好了土坑。就当萨利准备动手时，老米却拦住了他。他认为女人是无辜的，并希望能饶了她一命。
随后，萨利吩咐胖子给女人松绑，并打算放她一条生路。胖子将女人的尸体扔进坑里，可这时老米却提出了要求，因为他不想和女人埋在一起，并希望能重新给她挖一个单间。萨利没有拒绝，可老米却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想知道他不远千里来干掉自己的原因。最终，萨利说出了实话，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老米害得自己家破人亡，而是因为 Colleen Dawson。考琳正是那个被肖恩枪杀的女孩，并且将此事陷害给了老米。原来萨利和考琳有过一段恋情，所以他想亲手杀了老米，替他报仇。That's so funny. You got the wrong guy, pal.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swear to you, I did not kill that girl, and I can prove it. Let's fucking shoot him, Sully. 与此同时，萨利的手下转告雷哥，他们已经解决了老米。得知消息后，雷哥便把好处费交给了他。可就在这时，一场重大事件却登上了新闻。著名影视巨星肖恩·沃克在自己的家中发生意外，不幸身亡。然而这时老米却突然出现，眼前的一幕却让雷哥非常吃惊。原来就在刚刚，萨利得知真相后，便让老米带他来到肖恩的家中。然后，当雷哥赶到旅馆时，此时的萨利却早已不见踪影。著名影视巨星肖恩·沃克在家中遭遇枪击，不幸身亡，这便给雷哥造成不小的打击。原本买凶想要干掉自己的父亲，却没想到因此而连累了朋友。雷哥担心萨利前来报复，便叫来手下保护家人的安全。就在这时，哥哥泰瑞却打来了电话，并且让他立刻赶到拳馆。可当雷哥来到这里后，此时的拳馆已经满地的鲜血，卫生间里还躺着一位神父，正是多年前猥亵邦奇的那个混蛋。神父不停地向众人求救，可雷哥却无动于衷，转身走了出去。原来邦奇在教堂附近发现了神父，并且亲手开枪击中了他。安抚了弟弟之后，雷哥让他拿出了那把手枪，为了确保弟弟不会因此陷入麻烦，他擦去枪上留下的指纹，并向弟弟保证一定不会让他坐牢。随后雷哥给助手丽娜打去电话，让他去教堂附近处理邦奇留下的证据，并确定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目击者。自作孽不可活，此时的神父也只能听天由命。没过一会儿，丽娜来到了拳馆，她告诉雷哥已经处理干净，并且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没有了后顾之忧，神父也自然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而雷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让神父亲口向弟弟道歉。可神父却假装糊涂，并不承认此事。Tell him you're sorry, and you live. If I did, no if, no fucking if. 最终，神父承认了所有事实，并向邦奇做出了道歉。Do you forgive me? 然而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人正是雷哥的妻子。可眼前的一幕并没有令他吃惊，妻子也似乎猜到了什么，便转身而去。而此时的神父由于失血过多，众人决定立刻将他送往医院。可雷哥却让其他人留下，打算独自一人带着神父离开。可想而知，神父也猜到了结果。 You won't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I'll never get there. They don't know, do they? Shut up. Hey, You. I loved you. 解决了神父后，雷哥也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神父在多年前也猥亵过自己，可当父亲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相信，并且还将自己打了一顿，这也是自己痛恨父亲最主要的原因。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秘密，雷哥也瞬间轻松了许多。然而这时却接到了电话， Fucking murdered an FBI agent, Ray. I'm gonna take you down for it. 这个300斤的胖子来到自助餐厅，可就当他拿好食物坐下的时候， Fuck Ray. Relax, Tiny. 雷哥直奔正题，他表示会帮助胖子和萨利顺利出国，并准备2张开往墨西哥的船票和护照，其条件就是让萨利归还自己的100万美金。雷哥让他回去转告萨利，随后便转身离开了餐厅。由于萨利骗走了雷哥的钱，并且还枪杀了他的朋友，为了避免雷哥报复，所以他宁可花钱去整容，就算冒着被通缉的风险，也不愿和雷哥妥协。情急之下，雷哥便动用关系发布了通告。然而没过多久，联邦局的头号通缉犯便登上了新闻。萨利知道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情急之下，他只能答应雷哥的条件。而另一边，雷哥早已来到码头在此等候。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竟然和萨利在一起。 What are you looking so surprised for, Ray? My life here is over. Convince my old pal here to take me with him. 来不及多问，雷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护照，萨利也将那100万现金还了回来。然而这时， That's to show you not to fuck with me, Ray. 没想到萨利竟然黑吃黑，并打算带着所有的钱离开这里。随后几人来到码头准备上船，可没想到的是，联邦探员却早已在此等候。 I'm fucking FBI, and I'm FBI's most wanted. So go fuck yourself. 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探员也只能乖乖交出了武器。可随后，
雷哥果断地向探员开了一枪，其目的就是为了篡改事实，并将现场伪造成探员与萨利之间的枪战。事情过后，探员便成为了缉拿逃犯的英雄，而另一边，阿维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庆幸的是，并没有生命危险。与此同时，老米又重新回到孩子们的身边。Chaim